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靠实力打破桎梏，她用自己的努力描绘出辉煌的演艺之路。迪丽热巴被粉丝誉为内娱第一女顶流，然而在日本宣布排放核污水的时候，她仍然为日本品牌进行直播推广。更甚的是，她多次无视国家底线代言辱华品牌。如今，迪丽热巴终于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她多次挑战国家底线的原因是什么？作为亲日辱华的迪丽热巴，她到底打算达到什么目的呢？成为日本品牌的代言人。2023年8月24日，日本宣布实施核污水排海计划之后，立即引起了一片谴责声浪。这种不道德行为居然也能由日本采取，不仅让日本国民难以接受，甚至连韩国民众也纷纷开始抵制反对。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海产品，并对日本政府的行为表示谴责。中国网友对此事感到愤怒，许多网友直言不讳地表示，每个时期的日本都令人讨厌，希望能再送给他们一个小男孩。许多明星也积极发表言论，谴责日本的行为，以此表达自己的立场。作为娱乐圈中的公众人物，这些明星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，在享受着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荣誉的同时，他们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向社会传递正面能量，引导群众团结一致。一些人直接发文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，而另一些人则为保护海洋发出谴责的声音。孙坚这位演员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，他的邻居简直不堪一图，用简短的几个字道出了他内心无尽的愤怒和深深的无奈。当天，即便是退圈已久的穆婷婷也突然发文，坚定地表示她将抵制日本海产品，并呼吁大家关注海洋生物，保护动物。郭帆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，表情愤怒地配合着。当日本宣布开始将核污水排入海洋时，人们纷纷开始抵制日本产品，并对日本的无耻行为进行谴责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迪丽热巴却毫不在意地继续为一家日本品牌代言，在直播中推广。迪丽热巴在直播间宣传日本品牌，当其他许多明星表达自己的立场，发出声音时，她的行为被认为是吃里扒外，无疑再次激起了网友的愤怒。迪丽热巴不顾国家大义，只为了钱而无所顾忌，这种行为值得斥责。即使是一件小事，比如发个微博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她也漠不关心。她的粉丝仍然为之沸腾，吹嘘着迪丽热巴代言的日本品牌玉木本的尊贵身份，声称它是日本皇室专用的珠宝品牌。当网友质疑为何没有对核污水事件发表立场时，粉丝们却高呼不要道德绑架、胸部遮掩事件。明星们在娱乐圈中频繁亮相各类活动，而他们当天的着装和造型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尤其对于那些颜值出众、身材窈窕的女明星来说，她们常常会选择穿着能够充分展现自己优点的服装，以吸引更多关注。迪丽热巴的风格与其他女明星不同，她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直接展示自己，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。无论她参加何种活动，她的造型总能够巧妙地凸显出她身材的优点。尽管这种做法或许有些特立独行，但她却毫不介意将自己的好身材展示给大家。然而，尽管她身着低胸礼服，却时常用手捂住胸口。每次亮相时，她总是扭扭捏捏，看上去虽然保守，但实际上她的服装都是深 V 领舞会礼服。如果她真的感到不舒服，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较为保守的服装呢？这根本不是给我们普通人看的。网友吐槽，既然都选择了这种类型的衣服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展示自己，为什么要这么拘束呢？
迪丽热巴的粉丝们在看到她受到批评时，开始为她辩护。他们强调尊重个人穿衣自由，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穿着的权利，其他人无权干涉。金星作为一个以尖酸刻薄而闻名的人，也对迪丽热巴的行为进行了评论。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树立自信，并且保持职业精神。参加品牌活动时，我们应该展现出最好的自己。既然选择了这种类型的服装，就要大方地展示出来，而不是表现得拘谨或刻意做作。众多网友纷纷赞同金星的观点，导致迪丽热巴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这一次，她没有消失，而是毅然选择了回击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她双手捂胸的照片，明摆着是在侮辱网友，故意发这样一张照片，仿佛在嘲笑他们，就像是在暗示：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身材，即使你们不服输又能如何？我依然会用双手遮挡。在2022年7月，一个法国品牌的迪奥抄袭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他们发布了一款与中国马面裙相似的裙子，甚至毫不脸红地声称这是迪奥自己的原创设计。一经曝光，该事件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明明是中国传统服饰的设计风格，却被声称为别人的原创作品。难道当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，法国从中国掠夺的珍奇异宝还不够多吗？现在竟然还试图夺走中国自身的文化遗产。许多中国人纷纷自觉地展开了抵制行动，而国外的留学生则穿着传统的马面裙前往迪奥店铺，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抗议。他们向外国人介绍这是中国的传统服饰，而不是迪奥的原创。国内的网友也纷纷展现出强大的创作力，他们不甘示弱，纷纷创作中国马面裙与迪奥原创裙之间的对比，以事实来支持迪奥抄袭的观点。杨颖作为迪奥中国区的代言人，她的发言由后援会代替传达。目前，她已与迪奥解除了合作关系，并以此行动进行抗议。这一举动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赞扬，因为明星应该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。然而，迪奥随后宣布了迪丽热巴成为其在中国的全新代言人。此时，迪奥尚未对抄袭事件做出回应，并将这条原创裙子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继续销售。这个行为明显是对中国的侮辱。迪丽热巴竟然在这个时候宣布与迪奥合作，简直就是公然羞辱中国人。国内的网友和海外的留学生都在全力反对迪奥的抄袭行为，要求迪奥道歉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中国的明星却出现了叛变的情况。迪丽热巴的行为引发了众人的愤怒，他们开始质疑她的动机，竟然如此积极地迎合国外品牌，完全无视国家的利益和道义。尽管受到网友的质疑，迪丽热巴却选择了沉默不语。对此，她的粉丝们感到不安。当迪奥宣布迪丽热巴成为代言人时，她的粉丝兴高采烈地欢呼庆祝，他们自豪地宣扬着这个消息，通过多个社交平台传颂着迪丽热巴毫无试用期的空降代言人身份，并给予了她许多荣耀的称号，如内娱界奢侈品代言人之首和奢侈品女皇。迪奥的粉丝面对网友的质疑时，纷纷为其辩护，并声称马面裙并没有申请专利，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使用，这只是借鉴而不算抄袭。他们口中说出了各种观点，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。有些人甚至说，这是网友们在嫉妒和怀恨迪丽热巴的商业价值之高。可见一个人的粉丝就反映了他的主子品质。为了金钱，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国家的尊严。然而，迪丽热巴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似乎她在嘲笑那些反对迪奥的中国人。迪奥特意在中国举办了一场宴会，除了邀请迪丽热巴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明星站在台上。
当广大网友看到这一情况时，无不感到愤怒。他们在前线奋战的同时，却发现自己的家被偷了。戏子始终只是戏子。以前的文人曾经发出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的感叹，也难怪。迪丽热巴早在2018年就开始无视祖国尊严，坚持代言辱华品牌。她当时代言了杜嘉班纳，这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辱华品牌。那一年，一则宣传片曝光后，揭示了杜嘉班纳真实的本质。女主角在视频中，她的眼线上挑，形成了一个被眼妆包围的眯眯眼的形状。在她面前有一盘意大利面，然而她却故意使用筷子做出滑稽的动作，却无法成功夹起面条。她的嘴角上挂着一抹嘲弄的笑意，不时发出嘲讽的讥笑声，仿佛嘲笑中国筷子的不便利和缺乏优雅。到目前为止，眯眯眼仍然是外国人对亚裔的成见。当他们歧视亚裔时，常常会用手拉扯眼角，使眼睛成为上挑的细缝形状。有网友对这则宣传片提出了质疑，指责其存在歧视中国人的问题，并要求将该视频下架并道歉。然而，杜嘉班纳的创始人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，称中国人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，他们就像一坨粪便。杜嘉班纳创始人的言论一经传出，立即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愤怒。原计划在上海举办的新品大展不得不被取消。然而，面对此事，杜嘉班纳创始人仍毫不退让，并坚称离开中国后依然能够过得很好。迪丽热巴作为该品牌在中国的代言人，却未能取得任何成就，引起了网友的不满，纷纷要求她退出娱乐圈。在该品牌还未出现问题之前，迪丽热巴曾专门前往国外担任他们的时装秀模特，当时媒体争相报道，给她带来了很多关注。然而，在国家受到侵犯时，却只见其抬高了头颅，而将其粉丝留下来为她进行辩解。然而，杜嘉班纳的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不仅发文宣称将关闭杜嘉班纳的店铺，还表示会永久下架所有与杜嘉班纳相关的商品。这一举措也得到了多个官方批评。迪丽热巴终于意识到事态已无可挽回，她屈服了，并发表声明称与杜嘉班纳解除合作关系，坚决捍卫国家的尊严。她并非完全醒悟，恰如其分地为了保护自己在国内的事业而被迫提出解约。然而，她的粉丝却故意制造谣言，宣传自己的偶像因为国家大义而立即与辱华品牌终止合作，实在是既美貌又善良的表现。作为公众人物，我们应该在学艺之前注重培养道德品质，演戏之前更要注重修行做人。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榜样示范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形象，要展现出正面的价值观，遵循法律和规章制度，恪守道德标准，并且在公众场合表现出优良的行为举止。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的社会责任，借助我们的声望和影响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，传播积极的价值观念。